世人大多偏爱看烈火烹油、从无到有的造父神话，却刻意回避神话背后那些血肉模糊的至暗时刻。此刻，我想在这份名为《李嘉诚生活笔记》分享的记录中，翻开一页并不光鲜的陈年旧账。这账本的主人是查理·芒格，人们总是艳羡他晚年坐拥20亿美金的从容，却极少有人去端详他50岁那年被逼到悬崖边缘的残破人生。1974年，芒格刚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那一年，石油危机席卷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股市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坠落。他苦心经营的合伙人基金在12个月内暴跌了53%。这是什么概念？客户交托给他的真金白银没了一半，他自己半生积累的积蓄也跟着腰斩。更可怕的是，在此之前，他自认聪明，动用了杠杆，底线之下，居然还有更深的深渊。那年岁末，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账本算了一笔账。他惊觉自己不但输光了一切，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忙碌了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衣锦还乡，反而倒退回了起点之外的负数。在那个最难挨的圣诞节聚会上，一位老友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安慰：“查理，听说你过了很艰难的一年，别担心，未来会好起来的。”芒格勉力挤出一丝微笑，但他能清晰地从周围人的眼神里读出怜悯、失望，还有那种我早就知道你会摔跟头的暗自庆幸。那天夜里，他开车回家，路过一家加油站，看着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却神情安然的男人在给车加油。芒格的内心深处突然生出一个极其懦弱的念头：如果当年我不做投资，老老实实做个律师，此刻的人生会不会好过一点？至少我不会变成一个破产者，至少我不会输掉那些信任我的人的钱，在人生的中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不仅仅是财富的毁灭，更是对一个人半生心血与自信的彻底否定。这种感觉我是懂得的。时光退回70年代初的香港，同样经历了一场惨烈的股灾。1973年，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的狂热巅峰，一路狂泻到150点。我站在中环的街头，看着多少前一日还意气风发、筹谋大业的老板，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白了头发，甚至走向绝路。那些在塑料化工厂里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在股票机冰冷的数字跳动中化为乌有。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多数人在风暴来临时，第一反应是慌乱，第二反应是绝望，第三反应是闭上眼睛自欺欺人，盼望着大环境能奇迹般的好转。但风暴是不讲人情的。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而当狂风将树连根拔起时，你最该做的不是对着老天痛哭，而是赶紧寻找下一块土壤。芒格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做出了一个普通人极难做出的决定，他决定认输。1975年的年初，他给所有投资人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没有丝毫的掩饰与借口，只有极其坦荡的3个重点：第一，我搞砸了，对不起；第二，我准备清盘基金，把剩下的钱退还给诸位；第三，我准备重新开始，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寄出这封信后，一个50岁的男人在办公室里流下了眼泪。这眼泪不是因为心疼灰飞烟灭的财富，而是因为痛心自己辜负了那些沉甸甸的信任。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人的品格一旦建立，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这就是我想写下的第一条笔记。面对绝境，你可以认输，但绝不认命。这2个词看似矛盾，实则有着天壤之别。认输意味着你必须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你的策略错了，你对市场的判断错了，你滥用杠杆是极其愚蠢的，你盲目的自信将你推入了火坑。这些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你必须照单全收，力争挨打。但不认命意味着你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失败只是漫长人生中发生的一个具体事件，它不是一个烙印在你额头上的终身标签。一次生意的溃败不能定义你的全部，不能抹杀你的能力，更不能剥夺你重头再来的资格。我14岁在茶馆端茶倒水时，常常看客人下棋。真正的下棋高手绝不会为了保全一点微末的面子，死死盯着一步死棋不放。他们宁愿痛快的投子认输，少开棋盘，重新开局，因为他们懂得一个最质朴的道理：只要人还在桌上，只要脑子还在转，就总有赢回来的契机。很多人在人到中年时摔倒，便再也没有爬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本钱，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他们把失败归咎于运气，归咎于市场，唯独不肯扒开自己的内衣，看看里面的伤口。芒格没有逃避，在结清了所有残余资金后，他把自己关了起来，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对自己过去的投资生涯进行了一场极为残酷的尸检。他一笔一笔地翻看从1962年到1974年的每一次决策，为什么买入，为什么卖出，当初以为的聪明，究竟是在哪一步变成了致命的愚蠢？这半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半年，却也是为他日后2000亿财富帝国打下地基的半年。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致命伤。跌入谷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自己是怎么跌下来的都不敢看。世人都热衷于追逐物美价廉，但在财富的深水区里，最致命的陷阱往往披着便宜的外衣。那半年的闭门思过，让50岁的芒格一笔一笔的清算旧账。他终于看清，将自己推向破产境地的绝非大环境的偶然颠簸，而是3种深植于人性的商业顽疾。他查出的第一个顽疾是对便宜货的致命迷恋。当年芒格的策略极为简单粗暴，在被市场遗忘的角落里寻找市净率极低的公司，买入时等价值回归，然后抛售。这套方法在60年代的顺风局里屡试不爽。于是他信心满满地买入了一家市净率仅为0.5倍的纺织厂，接着又以0.7倍的市净率拿下了一家百货公司。在纸面上看，这简直是天赐良机，1美元的资产只需要5毛钱就能买到。可是当1973年的经济寒冬降临时，这套策略彻底失效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便宜的公司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已经病入膏肓。纺织厂的机器逐渐老化，百货公司的客流被新业态无情吞噬。当经济衰退的狂风一吹，这些本就虚弱的躯体不仅没有回光返照，反而加速了溃烂。最终纺织厂宣告破产，他的投资彻底归零，百货公司年年亏损，股票从便宜跌到了一文不值。我常常觉得做生意犹如行船，你买入一家日薄西山的烂公司，就像图便宜买了一张漏水破船的2等舱船票。无论这张票打了几折，只要这艘船注定要沉入海底，你的终局就注定是粉身碎骨。时间永远是烂生意的死敌，你持有的时间越长，它消耗你的心血与本金就越多。芒格查出的第2个顽疾名叫杠杆的诅咒。早年的芒格自恃智力超群，他深信自己能在市场的谷底精准抄底，于是他借了钱，动用了杠杆，试图放大复苏时的利润。但他恰恰忘记了，商场之上没有谁是真正的神明。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这句话我讲了一生，许多人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保守。但你可知为什么我永远坚持保留充沛的现金流？不是贪婪，是纪律。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有能力从容买入。借钱做生意最可怕的代价，从来不是那几个点的利息，而是它残忍地剥夺了你等待的权利。人生在世，做生意总会遇到狂风暴雨。如果你用的是自己的闲钱，当市场暴跌时，你大可以安坐茶馆，静静喝茶，等候风雨停歇，因为时间站在你这一边。但如果你借了钱，
情况就完全变了。当大雨最滂沱的时候，当你账面亏损最严重的时候，恰恰是债主和银行逼债最凶狠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踹开你的大门，逼迫你在资产最不值钱的谷底，将一切清仓变卖，你连一刻喘息的余地都没有。杠杆就是那把在晴天时借给你，却在暴雨倾盆时立刻收走的伞。芒格在1974年的至暗时刻，正是被杠杆逼到了悬崖边，不得不承受那53%的惨烈腰斩。我在香港看尽了半个世纪的商海浮沉，当年恒生指数跌至150点的低谷，那些跳楼的、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商人，10之8九都是被杠杆压断的脊梁。所有人都教你要敢于冒险，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第三个顽疾是焦虑驱使下的频繁交易。在亏损不断扩大的那几个月里，芒格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他每个月都会紧紧盯着账户的变动，每一次看到数字缩水，他都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局面。于是他开始频繁地调仓换股，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急不可耐地行动。最终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他因为短期的微跌，惊慌失措地卖掉了那些基本面极其优良的公司，同时又因为不甘心认赔出局，死死捂住那些注定走向败局的烂资产。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这不仅仅是一句比喻，这是商业的铁律。很多聪明人一辈子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们太急于看到结果。他们总是频繁地连根拔起刚刚种下的树苗，换到另一个似乎更肥沃的坑里，最后树苗全部枯死，他们却抱怨土壤不好。真正的耐心不是一种麻木的死等，而是一种建立在极度理性之上的绝对自信。当芒格在书房里对着账本将这3大致命伤一点一滴剖析清楚时，半年已经过去了。50岁的他虽然口袋空空，甚至背负债务，但他的内心却前所未有的清明。他终于明白，不是老天瞎了眼，也不是运气不够好，而是自己以往赖以生存的投资哲学从地基开始就是错的。承认自己的前半生是个错误，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也正是这份坦诚，为他推开了一扇重生的门。就在那个万念俱灰的1975年盛夏，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芒格的办公室响起。电话那头是沃伦·巴菲特。这通电话不仅将一个破产的中年男人从泥潭中拉起，更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重塑了整个世界的财富版图。他们相识多年，但在当时还算不上是休戚与共的战友。巴菲特在电话那头平静地问查理：“听说你把基金清盘了？”芒格没有掩饰，坦然回答：“是的，我搞砸了。”巴菲特没有顺着世俗的客套去怜悯他，而是说：“我希望能和你见一面，我们谈谈。”那年8月，50岁，背负着失败与债务的芒格走进了奥马哈的一家小餐厅。他向比自己年轻6岁的巴菲特和盘托出了自己那长达半年的尸检报告。那些对便宜货的迷恋，那些被杠杆反噬的恐惧，以及频繁交易带来的荒唐损失。巴菲特静静地听完，点了点头，说出了一句改变芒格一生命运的话：“查理，正因为你破产了，你才学到了那些永远走在顺境里的人学不到的东西。失败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真的从里面学到了教训，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读到这段历史时，我常常深思，世人交友都是锦上添花，鲜少雪中送炭。巴菲特为何要向一个刚刚在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的破产者伸出如此珍贵的橄榄枝？这便是我在查阅这份笔记时想和各位分享的核心。我一直深信，生意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失去一个客户，损失的是钱；失去一个人的信任，损失的是你的未来。芒格虽然把客户的钱亏损了一大半，但他没有卷款潜逃，没有推诿塞责，更没有做假账去粉饰太平。他写了那封极度坦诚的信，承担了所有的骂名，
把剩下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地退还给了投资人。这份在绝境中展现出的担当与底线，在巴菲特这种绝顶聪明的人眼中，比任何亮丽的学历和过往的盈利记录都值钱。钱是赚不完的，但信用只有一次。当你在谷底时，能将你拉出深渊的，往往是你过去半生攒下的清白与人心。在那顿漫长的午餐中，巴菲特向芒格抛出了那个颠覆性的观点。他说：“查理，放弃去垃圾堆里寻找便宜货吧，以极佳的价格买入一家平庸的公司，远远不如以公道的价格买入一家伟大的公司。”芒格追问：“什么样的公司才称得上伟大？”巴菲特回答了4个字：护城河与定价权。很多人听到护城河、定价权这些金融词汇，总觉得高深莫测。其实，若是褪去这些西装革履的包装，用我们市井里最朴素的道理来讲，再简单不过。我从不再商言商地去死记硬背术语，我习惯看生活本身。想象一下，你家楼下的街角有2间老茶楼，一间天天打折，逢年过节还送鸡蛋，试图用极度便宜的价格拉拢过路客；另一间老师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亲自挑选上等茶叶，水温火候一丝不苟。伙计们对老街坊的口味了如指掌。遇到世道艰难、物价飞涨的年份，第一间茶楼为了保住低价，只能偷偷用劣质茶叶。结果客人喝了一口，摇摇头，再也不来了，茶楼随之倒闭。而第2间茶楼的老师傅坦诚地在门口挂块牌子，说成本上涨，每盅茶要多收2毫子。你猜怎么着？那些老街坊依然雷打不动地提着鸟笼来光顾。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了这里的味道，更信赖老师傅的为人，他们离不开这份熟悉的安全感。这份离不开，就是定价权。真正的护城河，从来不是账面上冷冰冰的资金，而是人心深处那份无法被轻易替代的信赖。这种信赖能抵御岁月的侵蚀。巴菲特告诉芒格，去寻找那些哪怕年年温和涨价，客户依然愿意排队购买的企业。当一家公司拥有了这种特质，它就不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股票代码，而是一台能在漫长岁月中不断生出复利的印钞机。那天下午的谈话犹如惊雷般劈开了芒格混沌的脑海。一个50岁、曾经骄傲无比的基金经理放下了所有的执念。巴菲特向他发出邀请：“查理，来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吧，我们一起干。”我不由得敬佩芒格，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的就是所谓的面子和资历。很多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就算明知自己大错特错，也要硬撑着走到底，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但芒格咽下了骄傲，他像个学徒一样，重新开始记笔记。有人问过我成功的秘诀，甚至把我抬高到极高的位置，但我常说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学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的事。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更不介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与软弱。炫耀和硬撑本质上是一种软弱。1976年，52岁的查理·芒格正式成为伯克希尔的董事，但他没有立刻急吼吼地去买入资产，试图把亏掉的钱迅速赚回来。他彻底摒弃了过去那种低买高卖、频繁交易的快钱思维。他静下心来，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去重塑自己的商业灵魂。他开始学习等待，学习忍耐，学习如何像岩石一样在喧嚣的市场中做到什么都不做。2年的蛰伏与磨砺，只为等待那个真正符合伟大标准的猎物。而历史的时钟拨到1977年，一个浑身散发着巧克力香气的绝佳机会，终于出现在了53岁的芒格面前。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动作，往往是什么都不做。1977年，53岁的芒格终于迎来了他重塑商业灵魂后的第一场大劫。那是一间散发着浓郁奶油甜香的巧克力工坊——喜诗糖果 （See's Candies）。当时的喜诗糖果账面数据十分清晰，年营业额3000万美元，净利润400万美元，而卖家开出的一手价码恰好也是3000万美元。如果用芒格过去那套去垃圾堆里捡便宜货的旧标准来衡量，
这笔交易的市盈率高达7.5倍，简直是贵得离谱。若是放在破产前那个傲慢的岁月里，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但此时的芒格已然脱胎换骨。巴菲特指着这盘生意对他说：“查理，你看看这间公司，每逢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去买一盒喜诗巧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盒普通的糖果，它变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人情世故的习惯，更是一个深深印在老百姓心里的品牌。这种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品牌烙印，赋予了它商业世界里最核心的武器——定价权。哪怕原物料成本不涨，它每年都可以从容的提价，而顾客为了那份情感寄托，依然愿意买单。这就是一条深不可测，别人想抄也抄不走的护城河。他们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买下它，每年赚400万，10年就是4000万，再加上定价权带来的利润自然增长，那3000万的售价非但不贵，反而是一座潜力无限的宝库。最终，他们果决地买下了这间公司。这笔投资成为了芒格人生下半场的分水岭。从1977年一直到如今，整整46年的岁月流转，这间当初只花了3000万美元买下的巧克力工坊，累计为他们带来了超过20亿美元的惊人现金流。20亿美元的骇人回报，源自于3000万的本金，更源自于46年如一日的绝对耐心。我曾对身边的人言，我从不做5年以内能看到结果的生意。你买入然后等待，不是因为你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你有足够的耐心。我在中环看过太多聪明的生意人，他们总喜欢在场子里杀进杀出，试图精准地抓住每一次波段的差价。在他们眼里，把资金压在一个地方常年不动，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但我用大半生的经验告诉你，赚大钱的秘诀往往就在于长久的什么都不做。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芒格把这棵名叫喜诗的树种下后，便像一块岩石般安静地守在一旁，任由风吹雨打，绝不轻易挪动分毫。进入80年代，56岁的芒格与巴菲特继续联手，陆续买入了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每一笔投资，他们都做好了持有多年的准备。每当股价大幅飙升时，总有按捺不住的人跑去问他：股票已经涨了这么多，利润极其丰厚了，你怎么还不卖？芒格总是淡淡的反问：一家伟大的公司为什么要卖掉？世人常常误解了耐心二字。真正的耐心从来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死等，也不是面对亏损时的装死，而是一种建立在极度理性、深思熟虑之上的绝对自信。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转眼到了2000年，那是人类商业史上最为疯狂的年份之一。互联网泡沫 dot 减康 bubble 席卷全球，整个市场陷入了彻底的癫狂。只要一家公司的名字后面加上 com， 哪怕它连1分钱的利润都没有，哪怕它的商业模式只是几页幻灯片，它的估值也能在几周内被炒上天。在那股狂热的浪潮中，76岁的芒格和他的老伙计巴菲特仿佛成了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古董。全世界都在眼红心跳地抢购科技股，他们却死死捏着手里的传统生意，对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无动于衷，一股都不买。华尔街的年轻精英们肆意嘲笑他们老了，讥讽他们思维僵化，根本不懂什么叫新经济时代。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嘲弄与质疑，芒格的反应平静得令人敬畏。他没有动怒，更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而去盲目跟风。他坦然承认，你们说的对，我确实不懂这些互联网公司到底怎么赚钱。正因为我不懂，所以我绝不会买。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学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的事。坦然承认自己的认知边界，不仅需要极高的智慧，更需要极其坚定的心性。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炫耀自己无所不知，害怕被大众潮流落下，恰恰是内心软弱、缺乏定力的掩饰。
在那疯狂的1年里，芒格的财富没有像那些科技新贵一样随波逐流的暴涨，但他也没有损失任何一分本金。仅仅1年后，泡沫无情地破灭了，纳斯达克指数如雪崩般坍塌，无数曾经高高在上的网络公司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那些嘲笑芒格太老、太保守的聪明人，输得倾家荡产，心如死灰。而那个什么都没做的七旬老人，安然无恙地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翻阅着财报，看着他持有的伟大公司继续稳健地派发着股息。在财富的修罗场里，终局的赢家往往不是那个在狂欢中跑得最快的人，而是那个在癫狂中依然能管住自己守住自己心的人。有时候，当你在一场自己看不懂的赌局中什么都不做，你就已经赢了。在商业的丛林里，世人往往只惊叹于猎豹捕食那一瞬间的迅猛与耀眼，但在漫长的岁月中，真正能活到最后跨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懂得在严冬蛰伏，在风暴前储备粮草的智者。时光流转至2008年，一场惨烈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华尔街哀鸿遍野，无数百年投行轰然倒塌，市场中充斥着绝望的抛售与恐慌的哀号。此时的芒格已经84岁高龄，面对满目疮痍的资本市场，大众纷纷断言经济即将步入漫长的寒冬。但就在所有人都瑟瑟发抖、捂紧口袋的时刻，芒格与巴菲特却从容地走入暴风雨中，开始大举买入比亚迪、银行股、铁路资产。别人笑他们老糊涂了，居然在悬崖边上接飞刀，芒格却平静地回应：这正是我们苦等了多年的绝佳良机。他们为什么敢在血流成河时出手？因为在风暴来临前，他们手中握有庞大且极其安稳的现金流。我在多年的经商岁月里，一直坚守一个底线。我常常告诫身边的人，我从不在顺境中规划顺境，我永远在太阳高挂时准备雨伞。这并非源于胆怯，而是源于对周期的敬畏。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很多人在世道兴旺时，将赚来的每一分利润都拿去盲目扩张，将杠杆拉到极致。他们以为做生意是比谁在顺风里跑得快，但我一生笃信，真正的赢家永远是那个在危机来临前就把伞备好的人，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有能力从容买入。不是贪婪，是纪律。让我们回过头算一笔极其残酷的账。1974年，50岁的芒格因为使用了杠杆并做错判断，账户亏损了53%。在财富的铁律里，有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当你亏掉一半本金，你需要赚取100%的利润才能仅仅回到原点。为了填补这53%的窟窿，芒格花了整整16年，直到1990年，66岁的他身家才勉强重新回到1974年破产前的水准。16年的光阴，一个人生命中最黄金的壮年岁月，仅仅为了回本。你试想一下，如果他当初没有犯下那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亏掉那一半的钱，这16年光阴若是在公道的资产上进行复利滚动，那将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巴菲特常说，投资的第一原则是不要亏钱，第二原则是记住第一条。这绝不是一句讨巧的玩笑，而是用半生血泪换来的铁证。赢在不输才是最伟大的复利奇迹。如果当下的你正身处人生的低谷，无论你是30岁觉得一事无成，40岁遭遇事业停滞，还是像当年50岁的芒格一样输掉了一切，背负债务，我想在这本李嘉诚笔记分享的最后，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敬你3杯茶。第一杯叫刺破虚妄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人的品格一旦建立，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再站起来的理由和直面错误的底气。找到你溃败的真正原因，不要归咎于时运不济，不要怨恨大环境，剖开自己的伤疤，看看究竟是哪里做错了，然后把它连根拔起。
承认策略的失败，但绝不承认你这个人是个失败者。第二杯叫咽下骄傲，放下面子，去向那些比你强的人低头求教。50岁的芒格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向比自己年轻的巴菲特请教，重塑自己的商业观。许多人失败后之所以站不起来，就是因为那可笑的自尊心作祟。放下身段从来不是耻辱，死要面子，讳疾忌医才是。第三杯叫放眼长量，真正的财富需要10载、20载甚至30载的光阴去生根。如果你总是急于求成，渴望一夜翻身，你只会一次次重蹈覆辙，掉入更深的陷阱。慢下来，稳扎稳打。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哪怕像岩石般一动不动，时间最终也会站在你这一边。芒格活到了99岁的年纪，带着逾20亿美元的身家，从容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而我也在商海里浮沉了近1个世纪，看惯了多少烈火烹油，多少楼起楼塌，财富榜上的数字来来去去，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芒格晚年最值得骄傲的，绝不是那20亿美金的巨额财富，而是他在那个一无所有、满目疮痍的50岁，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咽下了屈辱，选择了改变，并用余生的岁月静静等待花开。人生漫长，长到足够你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直到某一日，你历经千帆，站在山巅，安静地看着远方的日出。当你觉得手心空无一物，人生仿佛走到绝境之时，不要绝望。也许那正是你真正理解财富、理解人生，并开始触底反弹的时刻。这杯茶留给来日的你慢慢品。